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用音乐学中文的一些有趣的地方，以及它的一些优势。我们会先来说一说音乐在学中文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好处。我们也会举一些经典的中文歌曲的例子来给大家看一看。最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用音乐学中文的方法。好呀，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音乐学中文的独特的好处，好吧？那我就想直接抛给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用音乐学中文在词汇和语法的学习上面会有哪些特别的帮助？其实我觉得中文的歌曲里面会有很多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词汇，甚至一些口语啊，或者是一些流行语，那你就会在很轻松的听这个歌的过程当中就记住了。比如说像你会唱了，那你肯定就会用了呀，对不对？而且很多那种拼音歌呀，或者是一些这种儿歌，它会把一些很复杂的语法点变得特别简单，就是你边唱边学就会很快就掌握了，而且你会很久都不会忘，就比你死记硬背要有趣多了。那你觉得就是音乐为什么会让我们学中文的发音和听力变得更轻松更有效？就其实唱歌它是会训练你这个中文的4个声调，还有它的一些音高啊，然后包括你的口腔的一些肌肉，那你久而久之你说中文的时候就会更自然一些，咬字也会更清楚一些。那你在听的时候你也会因为有旋律有节奏的帮助，你会很容易去抓住那些快速说话的时候的一些细节，那你慢慢的你这个听力理解也就上来了。除了帮助我们学语言本身之外，你觉得音乐还能给中文学习者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其实每一首中文歌它都是打开中国的历史啊，或者是社会或者是生活的一扇窗。那你比如说你唱一些这种古装剧的主题曲，你就会学到很多古诗词啊，然后一些历史典故啊。那你唱一些这种流行歌，你又会接触到很多现在的一些观念，一些城市的氛围。那你参加一些这种唱歌的比赛啊，或者是说跟朋友去 KTV 唱中文歌，你又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又可以练习你的表达。你会因为唱的这些歌对中国文化产生很浓厚的兴趣，你会想要去了解更多，那你的整个学习过程也就会变得更有意思。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经典中文歌曲学习举例。OK， 那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请你来聊一聊，有哪些经典的中文歌曲是适合不同水平的中文学习者的，然后这些歌曲分别都适合用来练习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刚入门的朋友的话，像两只老虎啊、小星星啊这种童谣就特别好，就是你可以去学一些基础的词汇，然后一些很简单的发音。那你在稍微有一点基础之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些茉莉花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种旋律又很美的，又可以让你去接触一些更多的语法结构的这种歌曲。那如果你再想要去提升一个等级的话，像晴天啊、成都啊这种流行歌，又会让你的听力和你的语感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哇，你看不同阶段都有专属的歌单，这太贴心了。没错没错，而且你想，如果你想要去学习一些比如说情感的表达呀，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发音啊，那你还可以去挑战一些像贝加尔湖畔啊、倔强啊这种更有难度的歌曲。对，就是你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些经典的曲目，把你的词汇啊、发音啊，还有你的文化理解啊，都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对，那我觉得如果是想要用这些中文歌曲来辅助学习的话，具体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呢？其实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童谣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流行歌开始，那你可以跟着它的歌词去学，然后你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一些新的单词，你可以把它的一些常用的句型啊，你可以标一标。那如果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歌曲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的旋律哼一哼，哼熟了之后，你再慢慢的去加一些歌词。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不同的歌手，他们唱的同一个歌曲的版本，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他们的情感的表达是怎么样的。那你也可以去模仿他们的一些发音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咬字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组队唱这首歌，或者是说你可以去 KTV 唱这首歌。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把你学过的一些语法呀、一些词汇啊都运用起来。那你也可以去通过这个歌词去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呀、一些社会现象呀。对，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不同的水平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为不同学习目的的人挑选一些中文歌曲来学的话，你觉得哪些歌会是最适合的代表？比如说你是想要练习一些生活用语啊，那你就可以去学小苹果，或者是说你笑起来真好看。那如果你是想要去表达一些情感啊，或者是说想要去练习一些比较优美的句子，那你就可以去学月亮代表我的心，或者是说甜蜜蜜。那如果你是想要去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呀，或者是说一些民间的传统啊，那你就可以去学茉莉花，或者是说十二生肖。那如果你是想要去给自己打打气啊，或者是说想要去练习一些比较有力量的这种表达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学我的未来不是梦，或者是说倔强。对，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你的学习目标去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选择。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音乐学中文的这个实操的部分了，就是具体的方法。好，那这一块我就特别想知道了，就是怎么能够用歌曲来帮助大家提升中文的发音和听力。其实可以就是找一些歌词里面有你觉得比较难的发音的一些简单的歌曲，然后让大家来跟着唱。那比如说像小蜜蜂，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鹰这个音反复的去练。那你也可以把这个难点的句子单独拎出来，让大家一句一句的来模仿跟唱。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来轮流唱这一句，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趣，也会减轻一些紧张感。听起来很互动性很强。对，那这个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讲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不会，其实就是你选的这个歌曲是要符合他们的水平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童谣，那等他们再高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再用一些流行歌或者是民歌。那你还可以把歌词打在 PPT 上面，然后用一些图片帮他们来理解这个歌词的内容。那你也可以让他们来根据这个歌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画画。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们记得更牢，也会让他们发音和听力都进步得很快。那如果说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中文的话，具体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来掌握一些新的词汇和语法呢？其实可以就是找一些主题非常鲜明的歌曲，那比如说像让爱住我家，就是关于家庭的一些词汇，那你就可以学。那学了之后呢，你还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些填词的游戏，或者是说大家来分组扮演不同的家庭成员，然后来把这个歌词给表演出来。听起来互动性很强。没错，对。那比如说像弯弯的月亮这种，它的这个语法结构也是很典型的，那你可以就是配合着图片让大家来理解这个歌词的内容，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来模仿这个句子，自己来造一个新的句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真实的语境下面来反复的练习这些新的词汇和语法点，那自然就掌握得更快了。那如果说想要用音乐来全方位的提升中文的能力的话，有哪些比较综合的方法可以尝试？其实可以玩一些音乐的游戏，比如说听歌猜词，或者是说歌词接龙。那这种游戏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就练习了你的听力和你的口语的反应。哦，这样的话会让学习变得有趣多了。对，然后还可以就是让大家来根据这个歌曲来分角色表演，或者是说大家来模仿这个 MV 里面的一些情节。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多媒体的课件或者是一些在线的平台来让大家去自主的学习，再加上一些小组的合作创作，或者是说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那就是把你的听说读写全部都练到了。那同时也会让大家
更了解这个中国的音乐背后的一些文化故事。是，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音乐学中文的这些有趣的方法和它的一些独特的优势，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用音乐去打开学习中文的新世界。好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期待你们都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学中文的乐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